141章苏悠然的圆球。地球上好像有罗兹人的科技，安童一出来就感觉到了什么，可能是基地周围的磁能材料影响吧。我们是不是该离开？是该离开，不过不是现在，不着急，时间多的是，走吧，回去再说。安晨宇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些小事。赵主席，你好，我叫安童。安童首先向赵主席伸出了手。你好，安小姐，你以后就是人类的光明使者。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，帮助人类文明不断发展。赵主席知道安童的重要性，他真的是人类，而且现在是最重要的人之一。宋将军你好，刘将军你好，你好，安小姐。安童和这些人都互相问候了一下，他准确地说出了对方的身份，他现在和安晨宇一样，都拥有基地的一级权限，瞬间通过思维连接上了主控电脑。把这些人的资料都拿到了，也了解了基地的情况。现在的安童已经不能简单的用人类来形容了。之后这些人回到了基地，至于这里的设备，安晨宇没说什么，赵主席也没问，他知道如果这些东西人类能够使用，安晨宇一定会让他们使用。显然现在这些东西他们无法操作，所以也没有必要问，等以后科技达到了这个水平，自然就能理解这些设备到底是什么了。安童穿着这身衣服出去后，把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惊呆了，这是哪来的仙女？这么好看，衣服也这么好看，难道这又是什么高科技做的衣服？这衣服真奇怪，越看越不像衣服，好像蝴蝶会动一样。安童知道这身衣服有些问题，回到给他安排的地方后，马上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。赵主席已经让人给他制作了军服，不过给他制作的军服是特别定制的，是一套淡粉色的上将军服，但军衔的标志不一样。军服上的军衔是一个特别的图案，上面画着太阳、月亮和星星3个小图案。赵主席还发布了命令，以后基地里的所有科学家、研究员、士兵、军官甚至将军们都必须绝对服从这个穿着淡粉色军装上将的命令，如有反抗，将依法处置。同时，他还给安童准备了一套特殊证件，并对外公布了他的身份为人类引导者。不过，引导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并没有做太多解释。总之就是必须听他的命令。当然，安童也不会胡乱指挥，他只是指导大方向，与低层接触较少。但公布他的身份，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误会。就这样，2天后，安童开始了他的引导工作，开始讲解基地该如何运作，怎样更合理的利用资源，如何更合理的使用人才。听完安童的讲解，这些将军们顿时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原来他们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指挥，在宏观控制方面应该是最有经验的，但听完安童的讲解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。看来文明等级的差异是无法通过经验和时间弥补的。几个月后，中国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，这个新年或许是地面上最后的一个新年。苏悠然他们也回来了，苏悠然每天都围着安童，安姐姐长，安姐姐短，安童也不嫌烦，乐得让苏悠然跟着。而苏悠然并非天天玩耍，他每天都向安童请教各种问题，从宏观管理理念到高等文明的科技发展，什么问题都有。苏悠然知道，跟着安童能学到最先进、最有用的知识，而他根本不想去打扰安晨宇。安晨宇正在忙着搞宇宙飞船，安童的大脑已经完全开发，并且提升到一个不知什么级别的程度。安晨宇将他能量资料库中的部分资料传给了他，基本上10级文明以下的内容，安童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，就算是10级文明，他也能了解一些。因此，苏悠然问什么，安童几乎都能回答。不过以苏悠然的大脑，他还是只能问一些3级文明以下的问题，高等文明涉及到原理的知识，他根本没有接触过。灾难前的最后一个年，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家里，团团圆圆的过了一个年，让刘亚薇、罗蒙、罗浩天几个人都泪流满面。好几年了，今年虽然团聚了，但依旧是在地下过的年，这还是第一次正常的过年，让人感到一阵无奈。不过这个年过得很幸福。苏悠然在过年的时候，每天都拿着一个圆球，这是从秦始皇那里抢来的数据库圆球，他已经让安童帮他修好了，不过里面的内容只剩下 13%， 其他部分无法修复。这 13% 的内容依然有很多有用的资料，
里面的资料多得比地球上所有图书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倍。为了方便携带，苏悠然让安童为他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翻译器，并连接到了基地的通讯器，这样只要他抱着圆球，就可以通过耳朵上的通讯器查看里面的内容。在过年聚会时，苏悠然依旧抱着那个圆球。罗蒙好奇地问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天天抱着它？”苏悠然答曰：“此乃秦始皇的笔记本是也。”大家都大笑起来，以为苏悠然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不过，当苏悠然播放了录下来的秦始皇陵轰炸视频后，他们的笑容瞬间凝固。看到那些金燕子后，他们终于明白，秦始皇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也意识到秦始皇可能并非人类。这下，他们彻底相信了苏悠然的话。聚会结束后，那个数据库圆球被宋将军抢走了。苏悠然也没有反驳，因为他早已备份了里面的内容。他天天抱着这个圆球，是因为它非常轻，而且输入能量后还能发出温和、舒适的光，同时还可以查阅资料，因此十分有趣。安晨宇则通过基地的通讯系统，打开了人类放置在地球周围的卫星系统，用来观察地面上的情况。142章地球灾难终于到来，现在所有带有基地通讯器的人都可以通过太空中的所有卫星，仍有一些搜索队在寻找，看到整个地球的情况。地面上未能及时移民的个别幸存者，各大洲和海洋中，飞行器仍在忙着捕捉动物、移植植物，地球上依然是一片繁忙的景象。2012年，尽管大家都在忙碌，这一年终于到来了。这一年将发生4次日全食。这是否是太阳系跳出已经历时5125年的宇宙断代的最后预兆呢？5月份，刘亚威他们又出去逛了逛，他们还是有些不舍自己从小长大的家园。不过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也是宇宙的规律。别说一个星球了，就算是一个星系，也有可能发生灾难。几个人陆续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待到了9月份、10月份，上面下令所有人必须撤回，基地将要封闭。由于无法计算出罗兹人电磁波段和能量波段的发射时间，所以只能提前做好准备，避免措手不及。检查完所有人和飞行器，回到基地后，基地彻底封闭，能量护照和磁能护照全部开启。为了防止主控电脑承受过多负荷，安晨宇已将所有可用的分成电脑和小型电脑进行了网络式分散计算，以免能量超载，否则全人类的灾难将真的来临。现在地面上除了大量的动物，还有一些人，不过这些人大多数是疯子或者宗教狂热分子，他们一直认为灾难不会降临。现在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们少数的幸存者，他们似乎正在尽情享受这一切。然而电力系统和水利系统早已中断，他们还能享受什么呢？虽然基地有了安童这位文明引导者，但人口基数实在太大，基地依然在不断调整，估计还需要几年才能稳定下来。在基地的调整过程中，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很慢，他们也都在帮忙，就连苏悠然也每天跟着安童指挥。不过他指挥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，大事他懒得参与，这些大事一旦接手就难以脱身。他才20岁，可不想未老先衰。不过他的皮肤越来越好，大多是高科技的生物配方，每天都在研究大量的东西和化学药剂制作。凭他的智慧，基本上能跟得上低级的理论，即使有些跟不上，也可以随时去找安童。现在他的形象差不多已经赶上安童刚出来时的仙女模样了。罗蒙几个女孩子也一直围着他要生物配方，看来苏悠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。至于安童，她是安晨宇的妹妹，也是非人类，不跟她比。进入2012年12月后，众人每天都通过通讯器中的卫星画面观察地球上的变化。因为灾难即将到来，整个城市的广场上都设置了比电影屏幕还要大的3维立体屏幕，直接连接卫星，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看到地面上的情况。60亿人的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害怕的、紧张的、高兴的、嘲讽的。有的人认为灾难根本不会发生，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，让他们出去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同意，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唯一的避难所。2012年12月21日，从早上开始，地面上的情况开始发生反常，所有能通过卫星画面看到地面的人都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临了。基地的广场上，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，数万大大小小的广场挤满了人，在天空中也设置了很多3维立体屏幕，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地面上的状况。
屏幕上清晰地显示许多动物无缘无故倒在了地上，那些没有进基地的狂热分子和疯子中，一些人也突然倒地，大量动物疯狂奔跑，没有任何方向的四处乱窜，飞鸟群已经完全乱了，没有方向的乱飞，很多飞鸟互相撞在一起，原本整齐的鸟群瞬间像从中间爆炸开来一样，地面上所有生物似乎都被某种力量刺激，基地中的所有人类看到这一切都在庆幸，幸好提前避难，免得遭遇这场灾难。大家心里还在想，等这场灾难过去后，他们就能回到地面上了，但他们不知道，灾难才刚刚开始。山本太郎，你确定这次的计划绝对可行吗？一个高大的美洲人问旁边的矮个男人。当然 Sam， 你们这次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放心吧，我们黑龙组早在移民前就开始准备了，我们联手一定能成功，到时候我们就是胜利者了，哈哈哈哈。一个日本人猖狂地笑着说，我们这次留下了3000多人。上午的灾难让我们损失了500多人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们全都完了。Sam 依旧有些担心，他也是个怕死的人。143张地球，水球、冰球，不会失败的，我们已经计算过了。这里的欧洲平原地区，周围没有高山，没有大海，就算是地震、海啸等灾难也不会影响。而且那个防核爆地下基地已经扩建完毕。你们才3000人，我们黑龙组足足有11000人留下了。哼，我们还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用品，就算有事也能躲在地下室，食物和水够我们半年的消耗，还有大量武器，怕什么？难不成还会被困死在里面不成？等灾难过去后，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了。山本太郎对自己的计划信心满满，然而山本太郎最终实现了他的预言，他和他的团队确实被困在了那个防核爆基地里。地球变成水球后，进入了冰河世纪，数万年后才能恢复陆地。他们只准备了半年的食物和水，真是天才的对比数据。即便准备了数万年的物资，山本太郎他们是否能活到那时，依然未知。狂热分子永远是狂热分子，根本就是疯子的行为。21号的太阳终于在数亿人的目光下落山了。山本太郎，不对啊，已经早上7点多了，天怎么还没亮？ Sam 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天空，感觉到异常了，是不是你的表坏了？日本人也开始怀疑，看看自己的表，发现也是7点半，大家都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。太阳怎么可能到了9点还没升起？这完全不可能。如果有理由解释的话，那就是灾难又要开始了。全部的人下到地下基地去躲几天。Sam 知道可能出了什么事，赶紧让大家躲进地下。话音刚落，这1万多人都匆匆跑向地下躲避。太阳已经3天没有升起来了，这1万多人的心也渐渐沉了下来，开始感到恐惧。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来了吗？这是每个人心里的疑问。此时，地球已经停止了转动，太阳不再升起。如果他们站在地球另一面，或许会发现，太阳升起后却永远没有落下。12月25号，南北极两地突然出现了能量波团式的冲击波，席卷了整个地球。地球表面上所有的人、动物都被这种冲击波摧毁了大脑，全部死亡。冲击波过后，地面上已经没有活着的生物了。埃及下面的基地在冲击波发出时就已探测到，冲击波过后，基地内并未受到影响，只有能量消耗了一部分。看来这次灾难的最难关终于过去了。然而地面上的防核爆基地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11000人的日本人和3000名美洲黑帮成员，最后活下来的不超过1000人。这些幸存者大多都脑部严重受伤。Sam 和山本太郎站在一旁，看着剩下的这些人，几乎要哭了。他们不再考虑占领欧洲，而是关心灾难是否已经过去了。由于能量冲击波过于强大，南北极的冰川全部被摧毁，变成冰漠。冰漠在海水中迅速融化，海平面开始升高，许多岛屿逐渐被淹没，几个大洲也在变小。Sam 和山本太郎看到海水已经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，虽然很奇怪，海水怎么会到欧洲的平原上，但还是快速跑进了防核爆基地。那地方是防水的，应该能躲过这次灾难。几天后，整个地球被水覆盖，基地里的人看着这一切，震惊无比。原来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，刚才的只是前戏。地球上已经没有陆地，如果人类还待在地面上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将无法幸存。现在，所有人终于明白为什么必须转移到基地。他们也不再想离开，因为地球已经没有陆地，无法继续生存了。60多亿人都开始感谢移民，让他们活了下来。
当然，更感谢中国人让各国的人都能进入这个基地。如果中国人自私，或许现在只有中国人才活着。当地球变成水球时，天空中出现了似云似雾的气体，渐渐笼罩了整个水蓝色星球，雾气越来越浓，卫星已经无法看到地面的情况。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将军们知道，地球将会降温降压，海水也将结冰，新的冰河世纪即将到来。此时，没人知道人类还需要在地下基地待多久。几年还是几万年，完全取决于后面人类的进化速度，以及安晨宇的未来计划。安晨宇一直在制造宇宙飞船，月球可能是未来的另一个基地，他曾告诉过他们。不过现在，大家的心思并不再急于发展到其他星球，而是首先要把基地稳定下来，发展起来。安童已经是基地的最高指挥官，每天带领将军们确保基地的稳定，年轻的将军们也在跟随他学习事务的管理。苏悠然则是跟着安童转来转去，或者干脆消失不见。安晨宇带领着大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在造宇宙飞船，尽管飞船不需要太先进，只要能稳定飞到月球就行，但防御系统必须相当重要。他不怕自己被其他防御系统打下来，在太空中他照样能生存，但他不是一个人去，他带着大批人类科学家，所以设计必须符合人类的需要，这就导致进展缓慢。144章到访月球，到了2013年6月，宇宙飞船已经完成，可以装载6万人。飞船的材料是用基地里留下的一些材料，再加上部分罗兹人的核磁材料，而飞船表面则覆盖了纯反引力子涂层，这样就能使用引力推进器了。为了保证能源的绝对供应，还将核子爆炸反应炉作为备用能源系统。飞船的特殊合成材料足以抵挡宇宙射线的袭击。飞船内的计算机是安晨宇亲自制作的，光子计算机无论是速度、能量承受力还是智能安全，都能抵挡住9级文明防御系统的攻击。飞船内还配备了自制的空气循环系统，数个庞大的光合作用植物实验室，里面的粮食和蔬菜足够支撑10万人数年的供应。此外，还有肉类储藏室、水循环系统、各种实验室、休息区等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去月球呢？因为安晨宇绝对相信那里是一个特殊的基地。在2年多前的旅行中，他意外的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些关于月球的远古资料，尽管资料非常少，但也记录了一些情况，所以他决定一次性将科学家们带过去，先在那里发展。如果仅仅在基地发展，那速度太慢了。7月初，安晨宇挑选了2万名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和4万名士兵，带齐所需的装备和物资，乘坐宇宙飞船前往月球。本来苏悠然也想去，但安晨宇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明白了这次月球之行可能非常危险，因此什么都没说。罗蒙等人看到苏悠然居然这么安静，没有跟着去，虽然奇怪，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，也没有再提出跟去的想法。当宇宙飞船从基地到达地球表面时，飞船出现在了水中，地球已经完全被水淹没，原来的空间转换口也位于水中。飞船从水中出来后，离开了地球的大气层，朝月球飞去。由于这艘飞船是专门飞往月球的，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，飞船内部并没有特殊的液态减压系统和反重力减压系统，因此飞船飞得并不是很快。但几个小时后到达了月球，地球已经停止转动，而月球依旧如原先的样子。很多人通过特殊的玻璃窗看着外面的地球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宇宙。科学家和士兵们都十分兴奋，也许他们从未想到过有一天能亲自登上月球。飞船绕着月球慢慢行驶，安晨宇不断地探测月球内部的能量读数。3个小时后，根据数据汇总，觉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将飞船停了下来。看来这根本不是真正天然形成的星球，根本就是某种不知名文明留下来的基地。这个基地究竟已经存在了多少亿年呢？安晨宇一边看着月球表面，一边自语。安晨宇设置了一下飞船的程序，然后驾驶着小型飞行器降落到了月球表面。当他离开飞船时，飞船便迅速返回了地球，停靠在地球的另一面，背离月球的一面。飞船上的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安晨宇这么做，但他们知道安晨宇的做法一定有特别的含义。而基地里的赵主席他们也通过光子通讯系统看到飞船的动向，虽然不明白，却也都明白安晨宇的行为另有深意。飞船离开后，安晨宇驾驶小型飞行器来到月球表面的一个大陨石坑，他现在已经是能量体，所以不怕寒冷，也无需呼吸。
从飞行器里取出一台仪器开始操作。4个多小时后，机器依然没有停下。安晨宇感到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台仪器明明能破解7级以下文明的大部分基地密码系统，难道这里的文明等级超过7级？他放弃了使用仪器，亲自动手。一股青黄色的能量迅速渗透进了陨石坑表面，深入地下。经过了20多个小时，安晨宇才睁开眼睛。陨石坑中央裂开了一个通道，安晨宇驾驶飞行器进入了这个通道。在飞行过程中，他一边骂着这是什么鬼地方，怎么会有10级文明的基地在这里，浪费了我不少能量。飞行器继续前行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了前方的大门，飞船还没有到达，大门就自动打开了。安晨宇飞进去后，看到的景象令所有人类惊讶，然而安晨宇并不惊讶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很普通。原来这里是一个10级文明的小型基地。对于10级文明来说，也许这根本不算什么基地，但对于人类来说简直离谱。整个月球除了表层的几十公里岩层外，剩下的几乎都是基地的地盘。可以想象这个基地的规模有多大，月球几乎成了这个基地的所有区域。月球基地内部还有少量的人工智能型飞碟，在忙碌的收集数据，然后送往处理中心。看到的场景是无数金属建筑错综复杂的连接在一起，像蜘蛛网一样交织。整个基地漆黑一片，估计是能源系统没有开启。安晨宇跟随一艘大型飞碟，用了40多个小时才找到基地的控制中心。这个控制中心巨大无比，几乎看不见边缘。进入控制中心后，他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生物型计算机，这些计算机像庞大的树木一样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接收器和数据圆球。尽管如此，这些计算机都已经停机，没有一点亮光。第145章46亿年前的基地。又走了很久，安晨宇终于来到了主计算机系统所在的位置。这里同样是一台庞大的生物型计算机，但只开启了极小的一部分。看来这个文明主要是依靠生物文明发展起来的。安晨宇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文明，宇宙中的文明无数，他哪怕活上1亿年也不可能健全。他用能量接入主计算机系统后，很快明白了开启的方法，虽然现在还无法完全控制，但里面保存了一些关于使用说明的资料。这个文明的族群自称为先知星人，他们的身体中拥有宇宙中特殊的基因分子链，因此当他们发展到6级文明时，就以这种独有的基因分子链作为计算机的进入密码。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，他们的基因链也愈发完善，但他们并不重视机械科技的发展，而是将精力投入到生物文明本身的进化上。要彻底控制他们的计算机，必须具备相同的基因分子链，并且能释放特殊的生物电波，才能取得最高权限。安晨宇盯着这台生物计算机，脸色渐渐阴沉下来，心里忍不住发火，要不是我的能量太少，哪至于连一台破生物计算机也搞不定，真是郁闷。拼了，哪怕耗费再多能量，也得强行破解，说不定这里会有用的东西。他打开自己的能量数据库，把所有与生物文明及其计算机相关的资料调出来，开始了漫长的破解与比对。他不断合成各种基因分子链，尝试匹配进入密码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已是第7天。安晨宇浑身发光，整整站立了7天，消耗了大量能量，却仍然没能成功。每个文明的发展都有独特的路径，两个文明之间的科技往往难以直接对接。安晨宇曾见过以基因链为密码的生物文明，但那也只是8级文明，和10级文明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，一个等级的差距几乎无法用数量去弥补。最后他无奈之下只能硬来，破解与能量破坏同时进行，付出了巨大代价，终于拿到了主机的2级权限。当他进入系统查阅基地相关资料后，却差点气得吐血。原来这个月球基地已经存在46亿年，早已废弃，根本没有能量储存。换句话说，他费了这么多能量，得到的只是一个废墟般的小基地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这些生物计算机依旧能勉强运作，而且哪怕是残存的技术，也远非低级文明所能企及，对他恢复能量仍然有些帮助。他把能获取的普通资料都下载进了自己的能量数据库，至于保密资料，则因权限不足仍然无法打开。接着他检查了基地的主能源系统，发现其基本完好，只是沉睡了数十亿年。于是他用2级权限将其启动，让系统重新工作起来。这个基地的能源系统可以直接从恒星吸收能量，
再由计算机处理后供给基地运作，只要恒星不灭，就不愁能源消耗。不同的是，安晨宇所需的能量必须是极其纯净的，因此还要借助计算机与仪器的二次处理才能吸收。当主能源系统启动后，数万个能源接收器被发射至太阳周围，基地逐渐恢复运作，灯光重新点亮，巨大的生物计算机苏醒，备用能源系统停止运转，那一架架蝶形飞行器也随之停下，因为它们本只是按照人工智能的指令收集周边行星的数据而已。然而40多公里厚的岩层包裹着整个基地，导致很多设施无法使用。安晨宇于是启动了清理设备，随着能源不断汇入，清理装置开始疯狂运转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上的飞船里，数万人已经等待了10余天。赵主席命令他们继续原地待命，等候下一步指示。事实上，他自己也不清楚安晨宇在做什么。10多天毫无消息，卫星影像里月球也一直静悄悄的。直到今天，终于出现了动静，月球表面忽然传出连续不断的爆炸声，轰轰轰，爆炸极为剧烈，能量强大的不可思议。通过卫星画面，赵主席震惊地看到巨大的岩石被掀飞到空中，几吨、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碎块四处乱飞。这时他们才明白，为什么安晨宇要把飞船停在地球的另一面，因为地球也遭到了这些飞石的轰击，无数岩石砸入海洋，掀起数千米高的巨浪，整个水球翻滚不休。如果人类此刻还在地表，恐怕早就被轰炸成灰烬，环绕地球的卫星几乎全被击毁。赵主席他们彻底失去了对月球的监测，只能从地球表面不断感受到岩石冲击的余波。整整几天，爆炸才逐渐平息，地球另一面的飞船自动的往月球飞去。再次看到月球时，所有人全都呆住了。那一刻，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赵主席与众人通过频道望着眼前的月球新景象，一个个都说不出话来。第146章进驻10级文明的月球基地。月球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，不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星球，而是一个淡黄色的金属巨球，静静悬浮在宇宙中。虽然表面被剥去了几十里厚的岩石，但它依旧庞大的无法形容。众人这才明白，前些天的连环爆炸其实是在揭开月球的伪装。如今它的真容终于暴露出来，一个由10级文明建造的巨大金属基地。赵主席和几位将军恍然大悟，也终于理解了安晨宇为何要带那么多科学家同行。别说2万名科学家，就算带去20亿科学家，也未必能完全解读这样庞大的工程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对120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基地感到震撼不已，认为那是人类无法想象的奇迹。然而与眼前这个月球金属基地相比，地下基地简直就像一个临时窝棚。安晨宇此刻也有些头疼，虽然这里的设备保存完好，但都是10级文明的产物，人类根本无法理解，更谈不上使用，科技层次差距太大，简直到了离谱的程度。他决定慢慢来，把人类的研究重心彻底转移到这里。于是他先利用生物能量幻化系统对基地进行了改造，让人类可以正常生存，将原本1/6地球重力的环境调整到适合人类的水平，用能量模拟出稳定的磁场，形成一种有利于生物进化的特殊核磁环境。修改大气系统，以氧气为主，水源则通过引力流直接连接到地球海洋深处，其余生活与科研所需的基础设施也一一完善。随后，安晨宇开启基地大门，把外面停泊的飞船引入。他先让船员们下船，在指定区域等待，然后把飞船送入基地的引力超空间传送系统。仅仅2分钟后，飞船就从地球大气层上空的海洋基地里出现。安晨宇在那边做了简短说明，这不过是40多亿年前10级文明随手遗弃的小型基地而已，里面的设备人类无法使用，但此处完全可以作为人类未来的科研圣地。从此，地下基地主要留给平民，而科学家、研究人员和部分管理人员则被陆续转移到月球基地。很快，管理人员、医疗人员、士兵、科研队伍源源不断被送来。刘将军带着几位军官，以及刘亚威、罗蒙同行，苏悠然则留在地球，依旧缠着安童追问各种问题，仿佛有问不完的好奇心。第一次进入月球基地的科学家们几乎疯了，他们在地下基地研究了多年的科技，多为3级、4级文明的成果，偶尔夹杂一些5级文明的影子，已经让他们绞尽脑汁，几乎毫无进展。
如今面对10级文明的设备，他们甚至连想都不用想，就知道根本无从下手。这就像给原始人递上一张光盘，连铁器都无法冶炼的部落，又如何能制造出计算机来读取光盘上的信息？文明差距之大，几乎不可想象。不过，既然2处基地的设备都用不了，倒不如留在这更高级的地方。安晨宇早就考虑到这一点，他启动了基地中的生物改造设备。10级文明本身走的是生物进化路线，他们的改造技术远比其他体系更为精深。3000台生物改造装置接入主能量系统后，开始昼夜不停的工作。所有进入基地的人类都将接受改造。能量系统开发人体潜藏的生物能，让能量吸收与消耗更加高效。大脑开发将人类的大脑使用率提升至 30%， 远超原本的不足 10%， 哪怕只是这层提升，也足以诞生比爱因斯坦强大数百倍的天才。因为思维能力的提升并非线性，而是呈指数式增长。身体强化，身体强度提高数十倍，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幅提升。医疗基因，身体自动修复功能大幅增强，受伤后数十秒便会启动修复，普通刀伤几分钟即可完全痊愈。寿命延长，细胞活力得到极度强化，平均寿命可达200岁以上。能量补给，改造后不必依靠大量食物维持，而是可直接吸收能量。当然，真正的10级文明设备远不止如此，他们甚至可以将大脑开发到 100%， 将身体强化数千倍，但那样的改造远超人类的承受极限，因此安晨宇只启用了其中极小一部分功能。每天数万人完成改造，成为新生人类。更重要的是，改造后的他们几乎人人都能胜任科研工作。科学学科的划分迅速膨胀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量子学，数百个门类被扩展出来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跃迁正悄然开始。第147章发现外星人。随着改造计划全面铺开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月球基地。不愿意成为学者的，可以选择加入军队这座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基地。光是守护就需要无数军人，也有人投身管理阶层，负责庞杂的日常运作。科研部门同样不断扩张，急需各类人才。不想加入这些体系的人也可以回地球基地养老，但这种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毕竟谁不想在改造后获得强健的身体，800年的寿命？好奇心与力量结合在一起，推动所有人不断追逐更高的目标。1个月后，安童与苏悠然也来到了月球基地。苏悠然接受了第3次改造，而且这一次的数据由安童亲自调整，因此他的身体与常人已截然不同。究竟强大到何种程度，连安童也说不清。罗蒙等人则早已完成多次改造，他们的数据同样由安童亲手优化。安童自身则无需再改造，他的能量数据库直接继承自安晨宇的一部分，那本身就是无法想象的庞大宝库。他所做的只是不断利用这里的生物技术，修整数据库与能量连接组织，使自己更趋完善。与此同时，人类在以近乎光速的速度进化，安晨宇则将注意力放在尝试破解主机的1级权限。如果能拿到，他就能直接驾驶整个基地离开，前往别的星球。然而始终没有进展，这里缺乏纯净能量，提纯出的微量能量根本不够用。他逐渐怀疑，在他沉睡的那些岁月里，宇宙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巨变？为什么到处都是被废弃的基地？此时，基地内的人口已经激增，庞大到需要将整个基地划分为5000个区域，方便管理与定位。安晨宇一边郁闷，一边决定前往火星看看，驾驶一艘先知星人留下的短程飞船离开。就在他离开的第3天，第287区，老周，你看那扇门上的标志，好像以前没见过。一个中年人抬手指向不远处的金属门，门上浮刻着一种奇怪的纹路，像树藤缠绕，又带着未知的色彩。老周抬头看了看，皱起眉头，是啊，这里陌生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什么都没见过。那中年人却有些不耐烦，都说了这是10级文明的基地，可我们连一个外星人都没见到，真郁闷，早知道还以为能见到奇奇怪怪的生命体呢。老周笑了笑，别急，总会遇上的，无非是时间问题。走，进去看看。他率先打开大门，缓步走了进去，跟随的中年人和2名士兵紧随其后。房间一眼望去，四周皆是冷冽的光泽，几百平方米的空间中央，整齐排列着10余具类似棺材的透明冰柜，
薄雾不断从柜内喷洒出来，将里面的生物笼罩在冷气之中，它们屏住呼吸。那些冰柜里静静躺着10几种形态各异的外星生物，有的外表与人类相似，但耳朵极小，眼睛大出1倍，头顶光秃，皮肤泛青，身材比人类略矮；有的高大威猛，体态类似人，却长着怪兽般的头颅，皮肤上布满坚硬的鳞甲；更有完全不像人类的存在，4、5个脑袋，粗壮的身躯，双臂满是倒刺，浑身散发出攻击性的气息。这些生物形态各异，宛如噩梦中的造物，但奇迹的是，46亿年过去，它们的躯体依旧保存完好，没有丝毫腐败迹象。那不断喷洒的雾气，显然是维持它们状态的关键。老周愣愣地看着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他们终于看到了真正的外星人，可眼下这些存在更像是试验品，而不是基地原住民。第148章感染病毒，封闭月球基地。跟随的2名士兵也被眼前的外星生物震撼住了，他们心里隐隐发出同一个念头，也许自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直面外星生命的人。其中一个士兵被好奇心驱使，伸手去摸最近的一具冰柜，那柜体外壳奇异的像柔嫩的树皮，表面还长着细密的绒毛，触感竟然很舒适。他下意识多摸了几下，一阵刺痛突然传来，他猛地缩手。老周和另外2人立刻转头，紧张地围了过来。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那冰柜有刺。士兵抬起手，指缝里还滴着血。他们虽然被改造过，恢复力极强，果然几分钟后伤口就完全愈合了。然而无人注意到，冰柜表面已悄悄吸收了那几滴鲜血，柜体深处的冷雾随之暗淡。老周并未察觉异常，只是立刻通过通讯器上报。1分钟后，安童接到消息，287区，他调出地图，眼神一沉，那是生物研究室一带。他追问有没有别的情况，有个士兵被冰柜的刺划了一下，不过已经好了。老周补充道。安童的脸色陡然大变，什么？有人受伤？他几乎是瞬间掐断通讯，双手飞快操作主控系统，封闭287区，封闭280、281，短短2分钟，整个基地5000个区域全部隔绝，空气循环系统分离运行，警报声骤然响彻基地。注意，基地进入最高防御状态，出现未知危险，所有人员原地待命，7天内不得离开所在区域。数千万人一时间目瞪口呆，才刚刚安顿下来，为什么突然要封闭7天？但他们都经过改造，7天不吃不喝根本不是问题，只是心里涌起浓浓的不安。赵主席在指挥室急声问安小姐发生什么事了。安童沉声解释，有人在生物实验室受伤，我怀疑涉及危险性极高的外星生物样本，为防万一，只能将全基地封闭7天，若没事，7天后自然解禁。与此同时，系统上报287区现有人数约2300人，无法精确确认。安童下令全基地播报情况，安抚人心。然而在287区内部，恐惧已经在滋生。那具被血污染过的冰柜，冷雾几乎完全消散，然而其中的外星生物依旧静静躺着，仿佛毫无变化。科研人员与士兵挤在实验室里，越看越心惊，心里生出强烈的不安。第1天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过度紧张的众人几乎彻夜未眠，哪怕打盹片刻都心惊肉跳。到了第2天，有些人实在撑不住，终于闭眼睡去。5小时后，当同伴摇晃他们时，却发现这些人再也没有醒来。检查结果只有一个，全部死亡。消息在287区迅速炸开，所有睡着的人都再也没有睁开眼，恐惧彻底笼罩了整个区域，人们强行撑着眼睛，互相提醒不能睡，绝对不能睡，但没人敢去想，如果这场睡眠即死亡的噩梦，并不只会持续7天呢。报告指挥官，287区的生命信号正在持续减少。负责监测仪器的士兵立刻汇报，每个外出探查基地的人都配备了生命信号探测器，以确保安全。减少了多少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安童眉头紧锁，心里明白事态严重，刚刚开始，现在已减少200多，还在继续。士兵的声音传入主控制室，将军和赵主席听后心头一震，瞬间就死了200多人，情况异常迅速，继续检测，随时报告情况。安童冷声下令，又补充道，马上联系287区负责人与我通话。是通讯器接通后，负责人声音紧张，指挥官，这里情况不妙，所有睡着的人都没有醒过来，已经没有脉搏，
全都死亡原因尚不明，目前无人敢入睡。安童点头，我知道了，继续原地待命，医生马上过去。不久，新的报告传来，生命信号减少已停止，总共损失624个。安童沉声回应，知道了，继续监视。他开始操作主控计算机。赵主席和几位将军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睡觉就会死亡，难道即便不睡，最终也逃不过死劫？这才理解安童为何封闭整个基地。显然是一种病毒在作祟。安小姐，这难道是生化病毒？赵主席紧张询问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安童冷笑了一声，这笑容让赵主席和身后的将军们心头一紧，诡异而阴森。他们还没弄明白原因，就感觉一阵昏沉，迷迷糊糊的进入梦乡。安童启动了月球基地所有区域的生物催眠系统。2分钟后，除他之外，整个基地的人都陷入沉睡。他不受影响，虽然尚未化为能量身体，但已对多种攻击免疫。原本充满生机的基地瞬间变成死寂，寂静的令人毛骨悚然。不到2个小时，苏悠然率先醒来，他从旁边研究室飞奔到主控制室。安姐姐，怎么回事？大家怎么都睡着了？你放催眠气体了吗？苏悠然立刻意识到自己刚才被催眠了，不只是他，整个基地的人都被催眠了。他之前一直在实验室工作，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。基地出了点问题，所有人必须先睡一觉。安童解释道，287区有人感染了一种病毒，具体性质不明，估计是一种生物孢子病毒，已经死亡600多人，我已经封闭了整个基地，现在要观察病毒传播范围。苏悠然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将军们，没有说话。他心里清楚，这次的情况严重，损失恐怕不小，否则安童不会封闭整座基地。基地仍然存在一定危险，而安晨宇没有1级权限，文明等级过高，几乎一切设备都无法使用，就连安童和安晨宇也无计可施。苏悠然只好静静等待。半小时后，基地里的人陆续醒来，看到安童和苏悠然坐在主控制室内。赵主席醒来后问，然然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半小时前。苏悠然如实回答。赵主席和身后的将军们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，果然是个怪物，这么强的催眠气体，他竟然比我们早醒半小时。安童查看通讯器，发现通讯室里的士兵还未醒来，只能继续等待。将军们也没有多言，明白事态严重，只能静静观望。我怎么睡着了？一个通讯兵爬起来，摇头环顾四周，没有感觉异常。地下的通讯兵也陆续爬起，立即检测基地所有区域的生命信号，生成详细报告，马上送到我这里。安童通过通讯器下达命令时，通讯兵迅速执行命令，显然意识到事态紧急。20分钟后，详细报告送到主控制室。安童查看数据，发现除287区外，其他区域的生命信号完好无损，而287区的生命信号已全部消失，病毒未扩散到其他区域。此次损失为3200人。如果当初不及时封闭，整个基地可能全军覆没。显然，这种病毒依靠空气传播。现在我来说明基地情况。安童放下报告，向面前的10几位最高指挥官解释经过。基地规模庞大，我哥没有1级权限，因此对人类仍有一定危险。一名士兵触发了生物病毒，我不清楚具体类型，但估计是一种空气传播的孢子病毒。人在睡眠时，大脑处于特定状态，脑电波和精神力较弱，病毒在此时发挥作用，直接破坏大脑，导致脑死亡，随后心脏和呼吸停止，可在极短时间内致死。实验室里的外星生物可能是试验品，并非基地本文明的生物，他们的文明已到10级，生物文明高度发达，自然不怕这种孢子病毒，因此不设防，而人类身体尚弱，无法承受。287区已经封锁，3200人全部死亡，该区域以后不会再开放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说完，安童开始操作主计算机。150张火星补给站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将军们沉默不语，心里却都升起了恐惧。高等文明带来的不仅是便利，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，3000多人瞬间死亡，实在可怕。他们意识到，未来必须更加谨慎，即便平日已极为小心，人类的好奇心仍可能害死自己。尽管病毒已经被控制，安童还是将所有区域封闭了7天才解除警报。所有人不清楚具体情况，但都收到了警告，门上标志颜色不同的区域禁止进入。警告明确提醒幸存的探查人员，这次事件非同小可，
此后，基地探查更为谨慎，没有人再踏入标志异常的门。如果不是安童及时处理，基地里的几千万人恐怕全军覆没。熟知情况的人回想都不禁冷汗直冒。这个文明的科技对人类而言极度不适应，如果病毒扩散，3天内人类可能灭绝。安童将这一消息传给正前往火星的安晨宇，听完后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并不在乎这些事。每个文明都会研究生化和化学武器，人类也一样，更高等级的文明自然有备无患。宇宙中有友善文明，也有不少不友善文明，为了生存，他们必须制造武器，否则遇到敌人只能被消灭。安晨宇终于看到了那颗硕大的红色星球火星。火星表面积只有地球1/4，体积仅为地球15%，重力约为地球2/5。人类一直梦想移民火星，但这里缺氧，无水，无动物，无植物，生存条件极差，移民计划因此搁浅。火星表面并非月球般布满陨石坑，而是地形复杂，平原、高山、峡谷兼具，略似地球，但低重力带来明显差异。北方是熔岩填平的低原，南方为布满陨石坑的古老高地，两者间由斜坡分隔，火山地形穿插其中，众多峡谷由流水侵蚀而成，南北极为干冰和水冰组成的极端，风城沙丘遍布全星球，大气稀薄95%为二氧化碳，尘暴和沙卷风频繁，环境极端恶劣，土壤含大量氧化铁，长期受紫外线照射，形成红黄相间的氧化层。这里显然不是旅游胜地，不过远古时期曾有水，这些地形证明了这一点。安晨宇自言自语，太阳系怎么到处都是荒废基地，地球已无法居住，如果这里可行，也许能搬迁人类。说完，他驾驶飞行器降落火星表面。安晨宇驾驶宇宙飞船低空飞行，实时接收地面探测数据，近距离观察这颗红色星球。探测系统突然滴滴滴作响，他看到数据后忍不住笑了，呵呵，巧了，这里也是先知星人的地盘，可省了我的麻烦。安晨宇说完，打开舱门，直接一个人飞了下去。火星表面的气体根本无法呼吸，不过他也不需要。宇宙飞船向地面射出一个黄色三角形光影，地面同时升起立体3维光罩，安晨宇进入光罩，黄光一闪，他瞬间消失在原地，只留下空荡荡的宇宙飞船。此刻，他已被转换到地下面先知星人的基地内，这个基地占地几百万平方公里，到处充满生物文明的气息，生物建筑、生物道路、生物计算机，整个基地只是一个控制中心，可以改变火星表面环境，使生物文明能够在地表生存。然而，经过40多亿年，主计算机已停止运作，火星恢复了光秃秃的原貌。也许数亿年前，这里的树林比地球还多。安晨宇乘坐生物飞行器，找到了基地的主控电脑，他与月球基地连接，启动后即可使用。查看资料后，他得知火星是先知星人的外置投放基地，也是类似补给站的存在，用来储备物资。而月球基地本身是一栋堡垒，用于在不同星球布置补给站。如今不知何故，月球堡垒停运，补给站也停止运作，物资早已搬空。安晨宇暗暗调侃自己，感觉自己天天在捡垃圾，到处在荒废基地碰碰运气，运气不算太差，至少补充了1次能量，不然我真该去当破烂王了。又是一个破烂基地，运气一般，不过这里倒挺适合人类居住。安晨宇边说边启动主计算机，对火星表面进行改造，他打算让这个星球重新运作起来。移动堡垒已经有足够能量，将其传输到补给站后，主计算机恢复正常运作，火星改造正式开始。